你会比较想要化妆台，还是衣柜，还是书柜更大，还是书桌更大？现在可以马上许愿哦，都不会实现，我们都没有承诺。对，你想要哪一个？化妆台。你想要化妆台？哦，好。Hello， 欢迎来我们家。大家好，我是子杰，我是婉玲。那你呢？我是永晴。我们家是一个大约23坪的新成屋，有3房2厅，欢迎大家来我们家玩。那大约2年多前呢，我们家的小朋友有准备要进入小学了，所以想说能够给他一个独立的空间。那另外呢，我们家原本其实是一搬进去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预算，所以我们旧家那边就是用最简单的装潢。那我们一直也很希望说能够住进一个能够有我们自己梦想中的装潢的房子。所以那时候呢，原本最开始呢是想说，那我们把旧家来做个装潢整理好了，让孩子有一个独立的房间。但是后来参考了一些网站上的介绍，或者是一些亲朋好友的经验，发现如果要把旧家做一个装潢，那包含水电啊、管线、卫浴等等，这样可能一坪抓下来要8到10万。那因为旧家其实也快20年，那时候想说这样其实并不是很划算，那花这么多钱去装潢一个旧房子，所以才想说是不是要考虑买一个新家，然后重新整理、重新装潢。那一开始呢，就是我蛮喜欢无印良品风格，那希望可以有一个无印良品房子的一个梦想。那我也觉得，这个风格真的很简约，然后也很舒服，很像我们想象中那个家的感觉。对，所以想要用无印风格的方式来设计我们的新家。那无印风格呢，它就是简单的设计，那留一点白，那也就是说，要有一个白色的墙面，那还有木地板跟一些实木的家具，那呈现出一种很简单、很舒服，那也非常柔和的色调。那颜色部分呢，我们有跟设计师讨论说，可不可以尽量以木头的颜色跟柔和的颜色为主。不过虽然我们有装潢的想法，但是其实我们对于室内设计或装潢其实是完全没有概念的，那也不知道从何着手，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就讨论说，我们还是找设计师来做协助，这样整个家的风格能够在我们的想法中，但是又能够有实际完成的状况。我们一开始其实有上网找了蛮多设计家的公司，那其实有大概2-3间都在我们原本的考虑之中，那都可以接中部的案子，然后也是比较偏无印风格。但是后来接洽了1-2间之后，发现只有乐创他这边是有答应说会先给我们看基本的设计图，因为我们其实预算蛮有限的，所以我们也担心说我们的预算会不会设计师开出来最后是完全达不到。他其实有帮我们考量到，而且一开始就有帮我们画一个基本的设计图，所以让我们蛮放心的。对，那再加上他们的设计师其实都蛮亲切，我们一开始提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帮我们做一些初步的解答。所以我们就决定由乐创来帮我们实现这个无印良品风的家的一个梦想。好，那时候其实我们有遇到一个小小的状况，就是因为我们旧家已经卖掉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在找乐创商量的时候，我们有跟他讲说，其实我们的工期可能会有点赶，但是虽然说工期很赶，我们还是很希望说整个家庭的布置啊，还有一些规划是完整的。那毕竟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房子可以住久一点，至少住个20-30年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当初我们在工期上面需要请他们协助的一个部分。那麻烦帮我们 house tour 一下。好 ，OK， 来欢迎。这个墙面是我们玄关的一个很大片的墙面，因为我们把厨房稍微做一下延伸。那设计师当时有考量说，如果它是完全素面的，有点单调，所以我们就用了一些实木的家具，一些可以吊挂衣服啊或者包包的东西。那另外也帮我们找到一个蘑菇型的很可爱的一个吊挂钩，也让这个墙面就是看起来还蛮有设计感的，也蛮缤纷的。确实蛮实用的，因为我们家里面有很多的衣服，如果是要重复穿的，就会把它吊在这一边。
那我们在选择地砖的时候，也是经过跟设计师讨论。那如果用单一一个素色，可能会太单调；但是如果又太活泼的色系，又会显得很杂乱。所以最后我们挑了2组不同的地砖，然后设计师他用一个有点像海滩的概念这边有点像沙滩，然后这边是海水的概念，把它组合起来，那反而变成我们家玄关的一大特色。这一个有一个屏风，好，那这个是一个拖拉式的屏风，这个门呢进来就会看到后门跟阳台的地方，所以做了一个可以挡穿堂煞的一个屏风。那平常我们会把它收起来。好，那这边就是我们的餐厅哈。那刚才有提到说，我们的厨房其实有做延伸，因为那时候为了放置一台临时决定放一台洗碗机，所以我们的厨房有延伸出来。那也牺牲了一点我们餐厅的空间，因为我们家里就是2大1小，所以其实餐厅的空间真的也不需要太大。后来我们就跟设计师讨论，规划了一个比较小一点的餐桌，但是还是一样保有整个餐厅的功能。这2盏吊灯其实我们非常喜欢哈，那时候我们就有跟设计师讨论，是不是可以用类似的款式。那确实把它摆在这边，我们觉得因为它是水泥材质的，所以看起来在一些我们木质的里面，反而多了一份温润的感觉。那其实呢，在餐厅的旁边这一个墙呢，其实它是空的。设计师有跟我们讨论的结果是，我们可以去找一个像这样子铁质的洞洞板，那它上面有一些夹子，可以挂一些小朋友的作品啊，或者是重要的资料跟一些小文具。那其实这样做出来之后呢，觉得效果蛮好的，很可爱，而且也很好用。像我们一开始是想说我们的客厅茶几要放一个方形有抽屉，这样子很多用途很方便。但设计师就会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样子的东西会让客厅看起来太沉重。对，那时候我们其实半信半疑，但后来采用了设计师的意见，我们就找一个比较接近椭圆形的茶几，发现真的那个感觉是比较没有这么的沉，然后感觉比较轻松，比较活泼一点。那也因为我们几乎全室都是铺木地板，所以其实像你的亲朋友好友来的时候，他们也可以坐在地板上面，反而比较舒服。所以后来我们发现，选1字型的沙发其实还蛮不错的。基本上是设计师延续鞋柜那边一样的风格设计过来，除了可以作为一个展示我们一些像有一些奖杯或者是孩子的一些玩具，那家里还有一些 CD 舍不得丢。那设计师原本在上面做了一个木做的层架，有请设计师帮我把它改成是类似一个 CD 或 DVD 的收藏柜，那就把一些比较有纪念价值或者觉得还不错想要收藏的 CD 就可以摆在这个地方。那接下来就看一下我们的书房我们的书房其实里面有一个还蛮方便的工作的地方另外一边呢，则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书柜那其实我们家的人都蛮喜欢看书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在跟设计师接洽的时候，就有特别告诉设计师说，我们很希望家里面要有一面书墙的感觉设计师后来就用无印风格来帮我们设计了一片木做的一个书柜，然后也配合一些造型的抽屉，那也可以收纳一些物品在这边。那这个算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心灵依靠。好，那这里是我们的主卧房。那这个主卧房的衣柜呢，它牺牲了一点书房的空间。那我们把这个墙面往后退，就做成了这样两边的一个衣柜，那也增加了整个主卧房的空间。那这一个主卧房的墙面呢，设计师帮我们选的是灰色。灰色呢，可以有一点比较跳痛的感觉。那你进到这个房间，好，可以心情比较沉静下来。那我觉得这个颜色蛮棒的。房间吗？很喜欢。那你最喜欢什么地方？我喜欢我的书柜，因为可以放很多书。而且你的书柜好像还可以有抽屉，对不对？对，可以放很多你的玩具跟宝贝。那如果之后爸爸妈妈就是还可以再买家具给你，你想要增加什么样的
下去，还是书桌想要大一点？对，书桌小袋。书桌还不够大，等一下，你书桌很大我想把你书桌变小一点。我想要一个化妆台，因为长大之后有可能会需要化妆，我会买一个给我妈。那我可能可以存钱了。我们的设计师吗？对。那我要直接接吗？送给你们一口气。喂，有 surprise，谢谢。我们准备的精心的筹划。好，谢谢。好的。那我觉得我们的设计师他非常的有耐心。那因为我们是第一次参与这个装潢，在整个施工啊，或者是水电的规划上面，都会有一些担心跟不安。那他就是呢，会还蛮用心跟我们讨论我们想到的问题，那也会尽量帮我们解决。那另外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尤其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几乎每一天都会把最新的工程进度用 LINE 的方式传照片给我们看。那所以说我们觉得蛮安心的就我们的人虽然在上班，但是也不用每天都往工地这边看，对，那就可以知道说最新的状况是什么。所以整个合作的感觉是蛮好的。那虽然说这间房子我们预定要住蛮久的，但也希望说如果以后有机会，还可以再跟着重启合作这样子。其实像我们以前如果去参观无印良品他们的一些规划的案例，我们都会觉得很羡慕，很想要说家里是这样。那我们现在到无印良品看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羡慕了，因为我们其实自己家里面也是这种感觉。所以就觉得这个设计是有达到我们当初的想法。其实我们现在有时候从外面回来，就是出去外面再回来，其实我老婆都会赞叹说，感觉好像回到自己家比较像去住饭店的感觉，还蛮舒服这样子。就好像住到一个日式的饭店里面一样，很轻松，然后很舒适，那颜色也很清新，那住起来感觉会还蛮舒服的。您也是经由设计家网站找到命定设计师吗？欢迎填下方表单，填完就有机会到你家进行拍摄哦。